第112章山洞。望着这忽然从悬崖下面冒出脑袋的美丽脸颊，萧炎初时也是被害了一跳。不过当他迅速回过神来时，却是发现这女子似乎正是采药队中的那位小医仙。悬崖之上，两双目光便是这样呆愣愣地对视着，情景颇为诡异。能拉我一把吗？再次对视了片刻，小医仙终于是率先打破尴尬，声音有些柔柔的道。眨了眨眼，萧炎若无其事地点了点头，一把抓住小医仙伸出的玉般小手，微微使劲，后者便是从悬崖下跃身而起，娇躯在半空中划起美妙弧线，轻灵地跃上了山巅。谢谢。脚步触地，小医仙低声道了一句谢，快速挣脱了萧炎的手掌，旋即目光不着痕迹地扫过悬崖边缘，先只掠过额前的青丝，视线在萧炎脸庞上一过，轻声道：你是此次万药斋聘请的佣兵护卫吧？萧炎回味了一下先前手中的柔软，笑着点了点头，然后将目光继续转移向悬崖之外的无尽青山。这女人虽说容貌并不是极美，可那股柔美的气质却是颇让人心动。若是放在平常，萧炎道还会调侃一二，不过现在苦修期间却是没了这份心思。见到萧炎随意答应，并且似乎没有离开的意思，小医仙黛眉微蹙，乌黑的眼珠转了转，先指向悬崖边上的那株白色植物，出声微笑道：看你先前似乎想摘这株药草，你难道认识？闻言，萧炎摸着鼻子笑了笑，这应该是白兰果吧，终极药草一般只生长在悬崖之边，虽说产量不少，不过由于这种药草是鸟类魔兽最喜欢的食物，一般刚刚生长而出便是被魔兽所食，所以也能算作终极药材中的稀少之物。如果将这枚成熟的白兰果拿去药铺点卖，应该能值4000多枚金币吧。看着面前这对白兰果侃侃而谈的少年，小医仙美眸中掠过一抹讶然，有些惊异的道：你也学过辨别药草，摸过一点皮毛吧？耸了耸肩，萧炎含糊道。跟着药老这么久的时间，萧炎在学习炼药之余，对药草的辨别同样是有着不错的底蕴，毕竟以药老的见识，什么珍稀药草没见过。而作为他唯一的弟子，他自然是将所有东西都一咕噜地装进了萧炎脑中。虽说见者有份，不过这枚白兰果毕竟是你先看见，那我就不夺人所好了。冲着萧炎微微一笑，小医仙蹲下身来，小心翼翼地将那枚赤红色的果实从花朵中取出，然后递向萧炎。见到小医仙的举动，萧炎摸了摸脸庞，无所谓地点了点头。白兰果虽然对于别人来说算得上有些珍奇，可对自己却只是可有可无而已。不过他既然不要，那便顺手收下也无碍。好了，队伍恐怕也已经要歇息完毕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见到萧炎收下白兰果，小医仙心中略微有些窃喜，连忙道。手掌握着冰凉的白兰果，萧炎望着小医仙这副有些急切的模样，眉头微皱，眼眸虚眯。他觉得现在的小医仙似乎有点不对劲，他急着走干什么？心头闪过疑惑，萧炎将白兰果装进怀中，似是若无其事的随意笑问道：刚才怎么跑到悬崖下面去了？萧炎这问题一开口，小医仙的玉手便是猛然一握，美眸中闪过一抹慌张，旋即迅速隐匿。没什么，有些药草生长在悬崖峭壁上，我只是下去看了看而已。哦，微微点了点头。小医仙的这理由让得萧炎心中的疑惑稍减了一些，毕竟的确有些药草专生长在峭壁之上。不对，悬崖下似乎有点东西。就在萧炎准备侧身之时，药老的声音却是忽然的在其心中响起。眼瞳微缩，萧炎脚步不由自主地朝前一跨，陡峭的悬崖壁便是现入眼中。在陡峭的崖壁之间，峭壁陡峭，其上布满着碎石、胡乱横生的怪木以及一些骨头类的东西。萧炎的目光缓缓在陡壁上缓缓扫过，瞬间之后却是骤然停在了一处被横木所遮掩的山壁处。这里山峭上的怪木虽然被布置得极为巧妙，不过在药老的提醒下，萧炎还是发现了此处的一点不对头。微眯着眼睛，借助着斜射的阳光，萧炎似乎能够从树木的缝隙中看见峭壁上的漆黑空洞。果然有鬼，望着那处峭壁，
萧炎心头悄悄嘀咕了一声，旋即脸色微变，脚掌一错，身形急退，大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在萧炎急退之时，一把白色粉尘突兀地喷洒而来，迅速地将退后的萧炎包裹而尽。白色粉尘将萧炎包裹了好片刻之后，方才缓缓地被微风拂走，而地面上却是留下了闭眼昏迷的萧炎。望着那陷入昏迷的萧炎，小医仙轻拍了拍手掌上残留的粉尘，贝齿咬着红唇，叹道：“都说了让你走，你却偏不听，现在吃苦头了吧？”摇了摇头，小医仙缓缓走向昏迷中的萧炎，然后蹲下身子，从怀中取出一条结实的皮筋，抓起萧炎的手掌，就欲将之捆住。就在小医仙即将把萧炎捆住之时，变故骤生。那本该陷入昏迷的萧炎，眼眸乍然睁开，双掌一旋，旋即趁小医仙不备，将其双手使劲抓住。没想到你还竟然制作了这些东西，若不是我有些底子，恐怕还真的差点就让你给阴了。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害了一跳，不过小医仙反应也不慢，在手掌被制后，脚尖便是狠狠地对着萧炎胯间踢去。见着小医仙还不肯罢休，萧炎冷笑了一声，右脚也是猛然踢出，最后重重的小医仙的小脚碰撞在一起，顿时那张柔美的脸蛋便是布满了疼痛。一击得手，萧炎并未收手，左脚犹如丝带一般把小医仙两脚缠住，然后两人便是直直的斜倒而下，而萧炎正好将小医仙紧紧地压在身下。身体下面传来的柔软感觉让得萧炎心头微微一颤，暗中大呼了一声爽快，低下头望着那俏脸羞红的小医仙，嘴角一撇，有些流氓般的蠕动了一下身体，顿时两人的身体契合得更加完美。放开我！身体上方传来的男子气息让得小医仙有些晕眩，咬着银牙怒道：“为什么要攻击我？”红润的小嘴微翘，小医仙冷笑道：“看你不顺眼而已，你信不信我在这里把你给强奸了？”微低下头，几乎已经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呼吸，萧炎笑盈盈的道：“你如果有把握对付外面近100名佣兵的话，尽可试试。”小医仙哼道：“胸脯不够挺，屁股不够翘，我也没多少兴趣。”戏谑的笑了笑，萧炎脸色缓缓冷厉：“悬崖下面有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俏脸微微一变，小医仙皱眉道：“赶紧放开我，不然我可要喊了。若是被别人看见你如此对我，你别想活着走出魔兽山脉。喊吧，如果你想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下面的秘密的话，那便吼破了喉咙的喊吧。”萧炎淡淡的声音让得小医仙迅速打消了大喊的举动。“你究竟想干什么？”小医仙深吸了一口气，嗔怒道：“下面的是什么东西？如果你不想说实话的话，我不介意把你捆起来藏在某处，然后我自己下去巡查。”你。闻言，小医仙脸颊上闪过一抹惊慌。他虽然年龄比萧炎大上一些，不过比起精明以及定力来，却较之萧炎差了许多。听说魔兽山脉里有一种名为河源的魔兽，这种魔兽就算是对人类女人同样有不小的兴趣。嘴角挑起一抹戏谑，萧炎低下头，嘴唇触着小医仙娇嫩的耳垂，轻声道：“你这个混蛋！”俏脸微微泛白，小医仙明显被吓得不轻。他也听说过这种名声极其恶劣的魔兽的名字。“放我起来，我告诉你下面有什么东西。”在萧炎轮番恐吓中，这位小医仙终于是支撑不住，只得无奈地缴械投降。微微一笑，萧炎用力地撑起身子，将小医仙拉起，不过为了以往万一，他还是用力地将对方的手腕抓住，全然不顾别人羞怒的表情。两人走向悬崖，目光同时望向那处有些奇怪的峭壁处。半晌后，小医仙红唇微起，有些不情愿地低声道：“那里是我在一次采药中意外发现的东西，怪木之后隐藏了一个难以发现的山洞。山洞里面应该是某位前人所留，不过我并没有进去过，所以对于内部也不太清楚。可从一些痕迹来看，留下山洞的那位前人应该很强。”